埃及呼吁建立类似北约的阿拉伯军事组织。近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愈发频繁且激进，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接连对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也门和卡塔尔等6个周边国家发动袭击。这般大开杀戒的行径，让整个中东地区都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各国的危机意识急剧上升。就在这片紧张局势中，一则重磅消息传来：埃及于2025年9月14日重启了北约式阿拉伯军队计划。回溯过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冲突不断。但埃及自1978年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后，双方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相对缓和。可此次以色列对卡塔尔的空袭，还扬言要空袭土耳其，打破了原有的微妙平衡，令阿拉伯国家深感不安。毕竟，当以色列能随意找借口空袭卡塔尔时，其他国家难免会担忧自己是否就是下一个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挺身而出，提出重建一支类似北约的阿拉伯联军计划，旨在应对针对任何阿拉伯国家的袭击。据悉，该计划可能会在2025年9月15日的阿拉伯伊斯兰峰会上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上，埃及的这一提议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早有渊源。大约10年前，埃及就曾提出类似计划，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今就是重提，足以见得当下局势的严峻性。按照埃及方面的设想，这支联军将由埃及派遣约2万名士兵，并计划任命1名埃及上将负责指挥工作。同时，埃及还寻求沙特作为主要合作伙伴，共同推动联军的组建。在联军机构的组成方面，埃及希望依据参与国的人口数量和军事实力来制定相应规则。若将目光拉回到历史长河中，阿拉伯国家曾多次尝试组织联军对抗以色列。早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就组成联军，联合对以色列宣战。然而，由于联军内部矛盾尖锐，各国纷纷争夺领导权，最终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导致战争失利。此后，在20世纪50减60年代，阿拉伯国家也曾试图推进军事联合，但在第3次中东战争之后，相关计划彻底失败。特别是在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后，曾经的反以阵营更是宣告解体。但今时不同往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不乏几个地区军事大国，像埃及，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在陆军、空军装备等方面具备一定实力。沙特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引进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而且此次埃及提议的广泛性远超以往。若众多阿拉伯国家能够摒弃前嫌，真正联合起来，整合军事力量，在集体防御机制下，以色列将难以再像现在这样肆意妄为。一旦有成员国遭受攻击，便视为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挑衅，各国将有权进行集体反击。这种强大的威慑力，或许能有效遏制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动。不过，该提议要真正落地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如何协调各国在联军中的利益分配、指挥权归属等问题，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是亟待解决的关键。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对于这样一个可能威胁到以色列安全、削弱自身在中东影响力的阿拉伯军事联盟，美国大概率会从中作梗，进行外部阻挠。而以色列也明确提出反对，并扬言要重新夺回埃及的西奈半岛。但无论如何，埃及的这一提议为阿拉伯国家应对当前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未来究竟能否成功组建并发挥作用，我们拭目以待。